第131章伦纳德的调查。鲁恩王国东切斯特郡首府斯托恩城。离开庄园进入别墅的奥黛丽应酬完这里的贵族子弟们，派仆人去巴伐特银行取了一笔现金出来。至此，他不需要再担心什么，可以轻松偿还掉欠予者先生卷者的2000镑，并向世界先生支付源于心理医生特性的1800镑。1刻钟后，奥黛丽打开卧室的房门，瞄了不远处监督佣人们干活的贴身女仆安妮一眼，低头看向蹲守于墙边的金毛大狗，噙着笑容，压低嗓音，目光熠熠地说道：苏茜，你等下将有一份礼物，期待吗？换做以前的奥黛丽肯定会直接说，苏茜，你的礼物到了，这样就会被金毛大狗发现他在房间内也能拿到真实的物品，而这很容易让最近苦读神秘学基础知识的苏茜往一式魔法方向猜测。换了个说辞后，事情就会变成奥黛丽在卧室里收到了神秘的来信消息，确认礼物即将送达，这就有太多的可能性。苏茜读出了奥黛丽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真诚的态度，下意识就要张开嘴巴，震动空气，发出声音，询问是什么礼物。但她敏锐注意到奥黛丽的贴身女仆安妮靠拢了过来，遂警惕放弃了原本的想法。她回归普通犬只的状态，慢摇尾巴，表达出自身愉悦期待的情绪。故意找借口去外面转了圈后，奥黛丽进入专门划分给自己的化学实验室，将心理医生的特性和辅助材料一一摆放于长桌上。苏茜，还记得上次调配魔药的流程吗？她清了清喉咙，挺直腰背，饶有兴致地扮演起老师的角色。汪，记得。苏茜已经明白自己的礼物是什么，一时非常高兴，汪了出声。奥黛丽顺口就说道：你试一试自己调配。苏茜低头看了眼自己的爪子，突然沉默了下来。奥黛丽先是一怔，旋即也短暂沉默。过了几秒，抢在金毛大狗张嘴前，她不见异常的抿嘴浅笑道：好了，苏茜，不用开口，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表达自己只是一条狗，没法调配魔药，对吧？好尴尬，好尴尬。与此同时，外表优雅端庄的奥黛丽在心里捂了下脸孔。汪，苏茜用力点头道。奥黛丽抓住机会，转过身体，很快就将心理医生魔药调配了出来。她之前询问过苏茜，知道对方这周周3的时候已经彻底消化掉魔药，这总计还不到2个月。有很大部分原因是苏茜比较不受关注，可以在庄园里和别墅中随意乱跑，旁听别人的私密讨论，读取女佣们的真实想法。这也挺好的，她都会和我分享，如果不是她，我都不知道许多人的思想有那么黑暗的一面，而平时却很正常很善良。奥黛丽将魔药倒入碗内，放置地上。她看着苏茜过去，开始舔舐，心里难以遏制的有了点小小的期待。苏茜或许也会受魔药影响，出现情绪的不稳定。不过没关系，心理医生奥黛丽小姐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安抚。我更喜欢精神分析这个名称，这显得更专业。奥黛丽漂亮如同绿宝石的眼睛认真的盯着金毛大狗苏茜，发现对方的瞳孔逐渐淡化，有所竖起，厚厚的毛发下面似乎也长出了暗金色的鳞片，而属于苏茜的灵性正不断往外蔓延，仿佛与整栋别墅的空间有了交织。平复好略显紧张的情绪，奥黛丽专注观察起苏茜的状态，只要对方出现一点异常，她就会立刻动用精神分析这非凡能力。突然，苏茜的声音在她的耳畔响起：奥黛丽，我成功了。奥黛丽短暂竟不知该说点什么。梦境里，黛西又回到了东区，回到了那生活多年的陈旧公寓。她推开房门，看见妈妈丽芙和姐姐弗莱亚正辛勤地浆洗着衣物。黛西一下变得喜悦，就要加入他们的行列，负责熨烫。就在这时，她听见了咚咚咚的敲门声。她扭头望去，发现来访者是位穿黑白格警服的年轻男子。这警官墨发碧瞳，长相略有点模糊，拿着本子和钢笔，开口询问道：卡平案里，除了你已经讲述的那些，还有什么没说？那都是不太重要的事情。黛西颇为浑噩的回答。那英俊的警官低头看着笔记本道：没关系，我愿意听。黛西回头望了眼悬挂着的一件件衣物，觉得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叮嘱，他老老实实的描述起琐碎的细节，末了道：我被绑架之后，我妈妈和姐姐有委托为私家侦探寻人，他是夏洛克·莫里亚蒂先生，他是一个好人，虽然没能直接找到我，但事后有联络记者，帮我争取基金会的补偿。
黑发碧瞳的警官再次抬头看了黛西一眼，露出和煦的笑容道：“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你还记得那位私家侦探的样子吗？”黛西点了点头，毫不惊讶地看见夏洛克·莫里亚蒂先生出现于身旁。这位大侦探留着浓密的胡须，戴着金边眼镜，与他记忆里的样子没有任何区别。墨发碧瞳的警官深深打量几眼后，黛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了，也不知道房间内的妈妈和姐姐为什么忽然不见。他奔跑于东区，寻觅着熟悉的身影，最终在强烈的沮丧和悲伤里醒了过来。看着学校宿舍暗沉的天花板，呆滞了好几秒钟，黛西没有发出声音，侧过身体，将大半张脸埋进了枕头。枕头的边缘湿润的痕迹逐渐扩大。进入黛西梦境的正是伦纳德·米切尔。虽然他调查两起案子的共同点只是为了有自己的时间做一些事情，但表面上的敷衍还是没有忘记。结果真的被他发现了点问题。拉尔乌斯案和卡平案里都出现了那位叫做夏洛克·莫里亚蒂的私家侦探，以及他的朋友麦克约瑟夫记者。虽然他们都只是在事情的边缘徘徊，但也是个调查的方向。呵，那个夏洛克·莫里亚蒂有点眼熟啊，会是哪个通缉犯？伦纳德回忆了下梦中所见，戴上红手套，进入了圣塞摩尔教堂的底部。他刚和小队队长索斯特打过招呼，就看见一位同伴靠近，递过来2张薄薄的纸。你要调查的丰收教堂红眸男子的情况都在这里，谢谢。一起享用午餐吗？伦纳德微笑问道。那位职业者耸了下肩膀道：不，只要你不再让我做噩梦就行了。成交。伦纳德笑着接过了资料，他立在原地，没急着坐下，随意翻看了起来。埃姆林怀特一只吸血鬼目前隶属于大地姆神教会，他曾经失踪过一段时间，他的父母有委托私家侦探寻找。据一位叫斯图亚特的先生介绍，这件事情最终被大侦探夏洛克·莫里亚蒂解决。伦纳德脸上的笑意逐渐沉淀，变得相当严肃。夏洛克·莫里亚蒂，他在心里重复起这个姓名。克莱恩没急着去寻找真实扮演的机会，以旅行者的姿态游荡于奥拉维岛的港口城市，在紧张没什么空隙的生活里寻求着短暂的放松。这座城市以鲁恩新移民为主，食物风格与王国东海岸没太大区别，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存在新鲜少见的水果和各种各样的海鲜，也算有点特色。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又处在安全航道关键点，人们生活的都还算不错，即使郊外的农民也能通过果园攒下一定的积蓄。这不是说奥拉维没有平民，没有底层，只是这个阶层主要由原本的奴隶们充当。鲁恩议会早已通过废除奴隶制的法案，咽下多汁又甜美的果肉。克莱恩看了眼变黑的天色，拐过街角，进入了一家叫做甜柠檬的酒吧。它是奥拉维最出名的冒险家聚集地之一。克莱恩打算在这里将密偶大师剩余的2种辅助材料较为常见的龙纹树树皮或苏尼亚金色泉水配齐。此时酒吧内已相当热闹，拳击台周围有不少人端着杯子高声喝彩，四周的桌子旁一个个似乎是冒险家的人则低声交流着各种流言。克莱恩正要挤向吧台，忽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是格尔曼斯帕罗，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我得到了一份藏宝图，需要雇佣些帮手。这不是我害怕，而是我一个人抬不了那么多财宝。一个30来岁的绿眼男子端着半杯烈酒，对角落里不知是商人还是冒险家的2男2女说道：你也叫格尔曼斯帕罗？藏宝图怎么听起来像是骗局？我猎杀巧言者的事情从拜亚姆传到了这边，应该是通过电报和旅客的方式，所以许多人知道了我的名字和事迹，却不清楚我的长相。然后有骗子抓住这个机会，假扮我骗人。克莱恩有所恍然地靠拢过去。那绿眼男子喝了口烈酒，将杯子重重拍到桌面道：拒绝还是同意，我都不介意，但我讨厌别人让我等待。难道你们想和巧言者一样？对面一位年轻男子有些畏惧地开口道：我知道您是一位强大的冒险家，所以……那绿眼男打断了对方的话语。就在这时，他只觉领子一紧，被人硬生生提了起来，扔向了门口。克莱恩没有解释什么，直接就面无表情地将这家伙丢了出去。然后他拔出左轮手枪，瞄准绿眼男子跌落的地方，毫无顾忌地扣动了扳机。砰！那绿眼男子刚扑通落地，就看见胯下的地面溅出火星，吓得已至嘴边的狠话瞬间倒流了回去。
连滚带爬的逃离了酒吧。无需别的言语，他的弱小直接证明了他不是格尔曼斯帕罗。克莱恩没去理睬呆愣的被骗者，礼貌的吹了下枪口，将左轮塞回了腋下。接着，他在被枪声惊到一片安静的氛围里，缓步走向了吧台。第132章冒险家互助会。克莱恩坐至吧台前，握拳捶了下桌面。一杯南威尔啤酒他的身后，几位守卫犹豫着是过来警告，还是假装刚才没人动枪。酒保对守卫们使了个眼色，拿起个玻璃杯，呵呵笑道：为什么不来一杯甜柠檬？我们老板曾经去特里尔学过调酒，掌握了罗塞尔大地遗留的许多鸡尾酒品类，并自行创造了奥拉维最受欢迎的甜柠檬。克莱恩没有一点心动，平静回应道：我只喝啤酒，好吧。酒保没急于去接南威尔啤酒，噙着笑容道：先生，你是一位冒险家。克莱恩点了下头，未开口回答。酒保没有犹豫，微笑说道：也许你该去见见我们老板，他对新来的冒险家总是很友善，乐于请他们喝酒，而且这对你还有其他帮助。本来就打算到这里购买密偶大师辅助材料的克莱恩没有拒绝，拿出枚黄铜色的便士，啪的弹起，又稳稳接住。他将这一便士的铜币放到吧台上，当作感谢酒保提醒的费用，自己则缓慢站起，跟随一名守卫沿阶梯上至2楼，进入走廊另外一端的那个房间。房间内铺着棕黄色的厚软地毯，弥漫着优质煤炭燃烧的轻微味道，夹杂稀释雪茄的香气。一位金发整齐厚淑的中年男子靠坐在安乐椅上，抽着雪茄，看着报纸，周围有超过6位保镖。虽然克莱恩不是观众领域的非凡者，无法从细节判断那些保镖的特点和实力，也不属于窥秘人、怪物途径，能看到一定的隐秘，发现一些别人无法发现的东西，但他的灵性直觉让他相信那些保镖里肯定有非凡者，能对他造成一定威胁的非凡者。那中年男士放下报纸，拉了拉黑色衬衣的领口，缓慢站起，伸出右手道：欢迎来到奥拉维，我的冒险家朋友。他蔚蓝的眼眸带着几分笑意，看起来颇为真诚。克莱恩同样伸右手，与对方轻碰了一下，没有说话，等待对方开口。那中年男士指了指安乐椅对面的沙发，轻笑道：我是这里的老板比尔特·白兰度，我曾经也是一位冒险家，实力还算不错，至少能活到现在，并赚了不少钱，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所以才敢这么直接的表达。克莱恩毫不客气的坐了下去，身体略微前倾，没什么表情的等着比尔特继续讲述。见对面冒险家未有回应，比尔特重新坐下，抽了口雪茄，悠然说道：坦白的讲，我和每一位新来的冒险家见面，确实有自己的目的。他指了指房间书桌上摆着的海图，嗓音很有磁性的描述道：从罗斯德群岛往东，大海越来越混乱，军方和教会的力量越来越小，甚至只能保护自身所在的港口。这片海域是海盗们的乐园，对我们冒险家非常不利，所以我希望能组织大家建立一个松散的同盟，在面对危险时联合起来。这个同盟不会有太强的约束力，你可以在别的冒险家遇到危险时选择旁观，不会有人来处罚你，只是之后你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也不需要期待帮助。另外，我能承诺的一点是，这个同盟的冒险家在我这里购买物品时，能获得接近底价的优惠，贩卖收获时至少等同于市场价。介绍完毕，比尔特含笑看着对面新来的冒险家，呵呵笑道：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加入这个松散的同盟？放心，不会让你有额外的开销，我们的宗旨只有遇见海盗时互相帮助。克莱恩点了点头道：听起来还不错，哈哈，我也这么觉得。我曾经想为这个同盟取名冒险兄弟会，后来觉得兄弟这个单词太有强制性，所以改为冒险家互助会。比尔特自嘲一笑。说到这里，他放低拿雪茄的手，吧嗒了下嘴唇，摇头笑道：抱歉，忘记询问你的姓名了。克莱恩保持姿势不变，嗓音低沉的回答道：格尔曼斯帕罗，格尔曼斯帕罗。比尔特眼皮跳了一下，笑容瞬间变得有些僵硬，他周围的那几位保镖则豁然紧绷，如临大敌。比尔特迅速就恢复了正常，没去探求是真的格尔曼斯帕罗，还是假冒的骗子，呵呵笑道：有什么想买的吗？我这里有不少好东西。苏尼亚金色泉的泉水。克莱恩外表平淡，内心谨慎的说道。他没提龙纹树的树皮，反正这材料在草药店里也有不小机会买到。比尔特·白兰度莫名松了口气，微笑道：简单，100毫升30磅。
相信我，即使你去苏尼亚岛，也顶多比这个价格便宜几磅。那些福萨克的野蛮人封锁了一个个泉眼，别人很难得到成交。克莱恩大致了解金色泉的价格，知道30磅100毫升确实相当便宜。完成了这笔交易，比尔特斟酌着正要开口，忽然听到了敲门声。得到他允许后，一名守卫进来，凑至他的耳畔，低声说了几句。比尔特的表情一下变沉，整个人显得异常的阴冷，散发出难以言喻的杀气。果然，实力相当不错，以前不是出名的冒险家，就是知名的海盗，应该有中序列。克莱恩看着对方，平静做着判断。比尔特转过脑袋，勉强对克莱恩道：“斯帕罗先生，我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以后有机会一起喝酒。”好，克莱恩缓慢起身，毫无插手对方事情的想法。当然，这不表示他不好奇，只是好奇不足以让他改变行事风格。离开甜柠檬酒吧，克莱恩顺利返回了租住的旅馆。白银城，闪电频繁的白天，戴里克伯格练习完太阳神官的种种非凡能力，沿着训练场边缘往双塔的方向前行。经过多次塔罗聚会，他已逐渐摸清楚了规律，知道大概多少个闪电频率高低的交替后，自己会被愚者先生拉入灰雾之上。而现在已到了最后的那天，正因为如此，他要去图书馆翻一翻涉及古神的历史资料，以便到时候奉献给愚者先生。经过训练场的隔断时，戴里克下意识望了眼内侧，那里有一位为探索小队队员在休息。那是6人议事团首席长老克林伊利亚特率领的探索小队队员，他们在不久前结束了基于小男孩杰克描述的探索，返回至白银城，正在隔离阶段。戴里克略感沉重的收回视线，一路来到尖塔，上至3楼，进入图书馆。他正要走向摆放神话资料和古代典籍的书架，眼角余光忽然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那是位白皙艳丽的30多岁女士，身着有诸多神秘指纹的黑色长袍，银灰色的头发微卷着披下。她是被关押了许久的6人议事团长老洛威亚蒂夫尼。对方淡灰色的眼眸扫过，戴里克顿时有种灵魂被洞穿的感觉，难以遏制的僵硬了1秒。住好，洛威亚长老。他忙低下脑袋，以手按胸道。洛威亚走了过来，轻轻点头道：“我已经解除了隔离。”他平静说完，转身离去，仿佛在宣告什么。戴里克立在原地，背后不自觉沁出了一层冷汗。他怎么会被释放？6人议事团已确定他没有问题。戴里克异常紧绷的想着。周一下午，灰雾之上，克莱恩肘部支着扶手，双掌交叉轻握的看着一道道深红的光芒同时亮起，接着退化为一个个模糊的身影。然后他听见了正义小姐轻快的问候声：“下午好，愚者先生。”第133章灰白的武器。正义小姐的问候声里，隐者加德利亚和之前一样，保持着冷静旁观的姿态，没有过分投入，似乎依旧是这场聚会的局外人。他看着正义小姐和魔术师小姐各自拿出罗塞尔日记，偿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务，然后不敢直视般小心瞄了愚者先生一眼，可还是无法透过那奇特的灰雾看到更多。深紫色的眼眸内仅能映照出那绝对是巨蟹而成的衣物。拿着那3页罗塞尔日记，克莱恩没像往常一样迫不及待阅读，毕竟他已经触碰并使用过灵级封印物，见识了一条非凡途径的唯一性究竟长什么样子，并对这种神器进行了有效恐吓，自认为不管罗塞尔大帝在书写什么，也很难让他太过震惊，除非他被能力独特的强者施加了魔女祝福，短暂成为女人。克莱恩在心里开了句玩笑，饶有兴致地环顾了青铜长桌一圈。隐者女士的好奇和正义小姐她们不太一样啊，她对罗塞尔日记的事情似乎特别重视。克莱恩收回视线，记下了刚才的发现，然后姿态随意地阅读起手里的黄褐色羊皮纸。4月22日，我们准备进入那里，探索深渊。4月23日，我们沿着漆黑的海洋，穿透液体般的雾气，抵达了那座仿佛怪物的山峰，它的后面是漫无边际的黑色雾气，它们仿佛覆盖着一个大陆。可是如果往山峰的底部瞧，却又会觉得那里没有尽头，没有极限。我当时开玩笑的对爱德华兹说，如果我在这里跳崖自杀，可能永远也落不到地面。但永远在下坠。看到这里，克莱恩险些挑动眉头，难以相信罗塞尔这家伙在看见深渊后，竟然敢组织自己的骑士和水手们探索边界区域。他不怕死吗？传闻那是会腐蚀一切，让所有生灵堕落的地方。
这个阶段的罗塞尔肯定没到序列4，不是半神，顶多序列5，甚至可能还没有。换作是我，肯定立刻调转船头，禀报教会。这个瞬间，克莱恩又一次深刻认识到自己和罗塞尔的差别有多么巨大。另外，罗塞尔对深渊边界的描述，让克莱恩想起了阿蒙陵寝内那扇神秘的石门。他在蒸汽与机械教会大主教霍拉米克的人偶触碰后，呈现出类似的画面。不知道罗塞尔会在那里发现什么，至少他没有因为这次探索死去。后面还活得很精彩。克莱恩视线下移，阅读起这一页日记剩余的内容。4月24日，我们沿山峰下行，尝试着深入。那黑色的浓雾冰凉滑腻，仿佛能浸透血肉和灵魂。哈哈，幸运的是，黑王座号上的某些物品能有效抵御这种腐蚀，否则我怀疑我和我的天启骑士们都将变成法兰大舞团的成员。注意，这里很寂静，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4月25日，我们看到了恶魔，但是他们只剩下腐烂的尸体。嶙峋的黑色山石后面，难以称为道路的淤泥之下，各个或正常或难以想象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恶魔尸体。他们仿佛在同一刻遭遇了同样的死亡。4月26日，要么尸体，要么寂静，前方永远没有尽头。黑王座号的那些物品开始出现腐蚀的迹象。我最近几年已很少感觉害怕，但在这里，那种未知的恐惧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捏住了我的心脏。必须离开，必须返回，不能再停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罗塞尔大帝是非常顺利地逃离了深渊边界，还是另外遭遇了什么？那里的异变究竟象征什么？一场激烈的战争。克莱恩带着下意识的期待翻到了第2页，遗憾地发现前后并无联系。5月8日，我可爱的贝尔纳代快满2岁了，越长越是讨人喜欢。不愧是继承了我和他妈妈优秀基因的小姑娘。听着她清脆的叫爸爸，看着她活泼的身影，我忽然感觉到了一种满足。自穿越到这个世界，我做了很多事情，有些甚至可以说见不得人，但我并没有觉得羞愧，也不对此后悔。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是个很难克制自身欲望，很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的人。呵呵，必须感谢命运，我一直没有碰到过恶魔途径的欲望使徒，否则按照资料的记载，我肯定被这个序列的非凡者克制的相当厉害，甚至可能遭遇秒杀。另一方面，我依旧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疏离感。我这一世的父亲母亲对我很好，我也努力让他们骄傲，可是我知道我对他们的感情很淡薄。同样的，这也是我对马蒂尔达的感觉，占有欲多过感情。不得不承认，我的心态就像在玩一场虚拟现实的角色扮演游戏，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都只是 NPC， 可以投注一点感情，但不会真正的放在心里。所以我可以毫无愧疚的参加各种堕落的聚会，可以冷酷的对付曾经的熟人，就像当初玩上古时可以为了一只鸡屠掉一个村子一样。但贝尔纳代出生以后，我发现我对这个世界多了点归属感，不再那么疏离。这是我的孩子，活生生的孩子。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成熟。没有孩子，没法体会这种感觉，不，连女朋友都没有。不过大帝这篇日记里提到的心态，我也得警惕。之前不存在，不代表将来不会出现。序列越高，越是神性多过人性。克莱恩无声感叹了2句，翻到了第3页日记。1月6日，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晋升工匠后，我终于有能力做那件事情了，那就是制作我记忆里的那个神秘银牌。大概率是它导致了我穿越。其实成为通识者后，我已经完全回忆起了它的样子，回忆起了它表面的奇特符号和花纹，但那时的我可以明确的感知到自己无法仿制出类似的物品。1月9日，经过几次失败，我终于成功了。拿着这布满奇异符号和花纹的银牌，我努力的灌注灵性，试图激发。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但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是材质的原因，还是缺乏必要的步骤？1月10日，我按照回想起来的穿越前经历，还原了当时的状态，自认为不再缺少什么。可是那神秘的银牌依旧只能让我看见古怪的灰雾，无法帮助我完成任何事情。既然这样不行，我当初又是如何穿越成功的？我暂时放弃了尝试，毁掉了制作出来的银牌。也许等我成为高序列强者，成为半神后，会有办法解读出那些花纹和符号的意思，弄清楚穿越之谜。我肯定能成为半神。
我是这个时代的主角。灰白的雾气，大地仿制出地球那个神秘银牌后，看见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克莱恩读日记读得瞳孔豁然微缩，他的脚底正好有一片亘古不变般的无垠灰雾。难道我和大地的穿越都与这片神秘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可是为什么大地无法进入，而我可以？根据大地人生最后阶段的那几篇日记看，他肯定没能解开银牌的秘密，否则他最绝望最疯狂的时候不会不想到这里，不会不将此地作为依仗。克莱恩抬起脑袋，目光落到了古老宫殿的外面。他记得这片神秘空间的深处有一座通往天国般的光之阶梯，隐约对应着自身的序列。那阶梯仿佛为巨人建造，目的地是一层浮在半空的，似乎拖着什么的灰白雾气。我和罗塞尔大帝穿越的秘密都藏在那里。克莱恩让掌中的日记消失后靠住椅背，语气平常的说道：你们可以开始了。太阳代理克原本打算提前求购太阳神官后面的序列6魔药配方，但洛威亚长老被释放，让他暂时放弃了这个计划，迫不及待的想说出整件事情，希望得到必要的指导。考虑到现在是交易环节，他又强行按捺住内心的冲动，沉默的继续等待。小太阳有心事，白银城出现了变故。正义奥黛丽若有所思的收回视线，同样为开口求购什么。此时倒吊人阿尔杰环顾了一圈，主动说道：我需要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果然他已经有序列6，是风卷者。他不是风暴教会的人吗？为什么要在外面寻求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从内部获得的难度比这低很多啊。他有秘密想隐瞒过风暴教会，或者他之前只是在伪装风暴教会的人。隐者加德利亚瞬间有了不少猜测，轻轻颔首道：我可以帮你留意一下。见隐者回应，阿尔杰顺势问道：女士，你需要什么事物？我可以提前搜集线索，便于以后用来交换魔药配方。注一，游戏《黑暗之魂3》里面的梗，指尖是深渊却被深渊腐蚀的法兰骑士团。第134章，坏事也有好的一面。我需要什么事物？隐者加德利亚暗笑一声，察觉到了倒吊人蕴藏于正常问题里的小小试探。有需求就有线索。先不提我已经拿到窥密人途径序列4神秘学家的魔药配方，正在为其中一种主材料积累贡献，即使什么也没有，我也不会缺乏相应的渠道。而且不止一条。加德利亚念头一转，想起了愚者先生手上那根海神权杖，遂微笑着说道：我需要一件半神级的神奇物品，负面效果相对可以承受的那种。这个瞬间，倒吊人阿尔杰险些直接脱口，告诉对方不要开玩笑，哪怕风暴教会好几年都未必能收获得了一件类似的物品，更何况一看就只有中序列的非凡者。真有负面效果相对可以承受的半神级物品，我为什么不留下来自己用？阿尔杰明白隐者这是在用嘲讽的方式回应自己的试探，却没像他的大部分同僚那样暴怒，缓慢吸了口气道：我会留意的，但女士你应该很清楚，仅是这类物品的有效线索也许就抵得上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很深沉，不容易愤怒，这和风暴教会的普遍风格不太一样啊。难道我的第一次观察结论是错误的？他当时真的是在伪装风暴的教士？不，还不能这样想。这或许是因为愚者先生的注视让他不敢愤怒，也或许是他本身就属于风暴教会的另类。这不会太多，但也肯定不会非常稀少。隐者加德利亚没有贪心，为做第二次试探，点了点头道：我知道随着两人对话的结束，交易环节竟无人再提出需求，一部分成员是因为想要的东西预定能获得，不用再求购，这以等待后续配方的正义奥黛丽和魔术师福尔斯为主。另一部分则是受限于经济状况和本身处境，暂时不做提前消费，这包括对血族子爵遗产充满渴求的月亮埃姆林和想要得到一件神奇物品的魔术师小姐。果然，随着大家逐渐摆脱低序列，晋升不再那么快速，交易的频率在飞快下降，以前差不多每周能有1-2单，现在可能得2-3周，将来也许得3-4个月。愚者克莱恩也不知这种情况算好还是算坏的，轻轻颔首，示意大家自由交流。正义奥黛丽当即望向太阳代理克，等待对方讲述白银城发生的变故。代理克没有辜负他的期待，抢在所有人开口前，诚恳说道：洛威亚长老被释放了，我在图书馆遇到了他，牧羊人洛威亚被释放了，他率领的整个小队都被真实造物主借助血肉污染，他本身怎么可能没有问题？白银城的6人议事团在想些什么？克莱恩本想用如果洛威亚没问题，我把脑袋拧下来，
送给真实造物主当求梯类似的话语表达自身的疑惑，但考虑到诅咒发誓若是涉及神灵，说不定会有不好的后续，又理智改变了念头。当然，这是挥舞之上，其实不需要那么谨慎。他在心里感慨了一句：洛威亚长老被释放，那位牧羊人。正义奥黛丽略作回忆，就想起了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当初小太阳利用毒神者阿蒙附身之事，借助愚者先生的帮助，揭穿了整支探索小队被真实造物主污染的事情，而那支探索小队的首领就是洛威亚，他的牧羊人职业也正好在真实造物主对应的密契人途径里。是的，太阳戴里克诚恳点头，顺势望了眼旁边的倒吊人。阿尔杰想了想，竟转而问道：你们的首席已经返回白银城了？倒吊人先生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情？啊对，释放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六人议事团其他成员不可能不等首席回来。如果首席未归，而他们提前做出了决定，说明事情比想象的更加严重，严重到他们无法去等待首席。若首席已经返回，那释放洛威亚有不小概率与他的冒险结果有关，因为根据小太阳的说法，这是白银城最近一段时间内唯一的探索。哎，我刚才怎么没想到这点？奥黛丽，你经验还是不足啊。正义奥黛丽半是检讨半是宽慰自己的想着。就在不久前，太阳戴里克对倒吊人先生准确的猜测颇有些惊讶。这时，安静旁听的魔术师福尔斯结合之前了解到的素材，突然有了个想法。太阳先生，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们首席带着探索小队和那个小男孩杰克去寻找那条可以通往外界的道路，结果发现这必须借助真实造物主的力量。呵呵，这不是我编造的谎言，而是基于事实的推理。那个小男孩杰克的父亲属于极光会，他们是追寻真实造物主的圣所来到你们那里的，所以为了整个白银城，你们首席返回以后，决定释放牧羊人洛威亚。如果真是这样，太阳先生接下来会非常危险。正义奥黛丽担忧的说道，听得戴里克一颗心飞快下沉。就在这个时候，倒吊人阿尔杰摇了摇头，不，我的看法正好相反。魔术师小姐的推理和我的猜测一致，但我认为这样一来，太阳将比以往更加安全。为什么？戴里克心中一定，脱口反问。这不是很简单吗？平衡。愚者克莱恩在心里嗤笑了一声。真实造物主的危险，只要有眼睛有脑子的智慧生物都能察觉。你们首席绝不会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到他那里，他必然会寻求可以制衡真实造物主的力量。而揭穿过他们阴谋，被毒神者阿蒙附身过的你，或许就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洛维亚他们越想伤害你，首席和其他长老越会保护你。这样一来，你之前可能存在的一些未能洗清的疑点，他们也会假装没看见。倒吊人阿尔杰简单解释道，这反而是好事。魔术师福尔斯听得都有点愣住。倒吊人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啊，在分析事情与局势上，我和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啊。正义奥黛丽略感沮丧，甚至想鼓一下腮帮子，但旋即觉得这是不优雅不体面的行为，只在心里面那么想了想。他们之外，不清楚洛威亚相关的月亮埃姆林听得相当吃力，但知道小男孩杰克和命运循环之事的他，还是勉强弄明白了别人在讨论什么。为了突破白银城的困境，他们释放了一个涉及真实造物主的危险。埃姆林在心里做起了猜测。和他相比，隐者加德利亚更是什么都没听懂，只觉自己和另外的成员似乎不在一个世界。我竟然又有了那种他们在说什么，好像很厉害，但我完全听不明白的感受。上一次有类似的感觉已经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很弱小。之前的塔罗会是隐约有一些征兆，在涉及白银城时尤其如此，但都没像这次一样严重。还有，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自然的讨论起真实造物主和毒神者阿蒙？这应该是我知道的那个毒神者阿蒙。他们都才中序列啊，他们之前究竟做过什么？加德利亚那种源于强者的自信，在这一刻竟有些被打击到。听完倒吊人先生的分析，太阳戴里克先是松了口气，接着又紧绷问道，这会不会让我们白银城被堕落造物主毁灭？他本希望倒吊人先生给出让他安心的答复，可却听见对方低沉说道，不排除这个可能，那该怎么做？戴里克诚恳请教道，在不了解你们首席和六人议事团其他长老究竟想做什么的情况下，我无法给出任何建议，但我想你不用这么慌张。倒吊人阿尔杰抬头望了眼坐在青铜长桌最上首安静看着众位成员的愚者先生，循着他的目光，
太阳代里克下意识望了过去，看见了被灰雾包裹着的身影异常模糊的愚者先生，他内心一下变得安宁，不由自主想起了那神圣又强大的天使。虽然我确实破坏过真实造物主好几次图谋，但真要和他面对面碰撞，肯定1秒钟都撑不住。事情会变成愚者送货上门，真实造物主嫌弃还不够塞牙缝。克莱恩保持着那种悠然旁听的状态，不发一言，不做表示。太阳代里克收回视线，对阿尔杰道：倒吊人先生，感谢您的帮助，我会尽快去弄清楚首席他们想做什么。眼见事情即将告一段落，隐者加德利亚斟酌着开口了：你们刚才提及的毒神者阿蒙是指第4纪土夺帝国阿蒙家族的先祖，那位造物主之子吗？造物主之子。正义奥黛丽被隐者女士的这个称呼吓了一跳，她本能侧头望向青铜长桌最上首，发现愚者先生安然而坐，似乎默认了阿蒙另外那个身份。第135章神秘的亚当，造物主之子。倒吊人阿尔杰也被隐者的描述惊到，忍不住动了下眉毛。不过他没有直接询问，因为这很可能会暴露一些事情，而且他相信肯定会有成员主动开口。造物主之子。这时魔术师福尔斯饶有兴致地问道，他没想到阿蒙在毒神者、天使之王这样的称谓之外，还有如此令人震惊的身份，对此充满好奇。隐者加德利亚扫了他一眼，语气不变地说道，传闻最初那位造物主分化成各个神灵各个种族的时候，他的体内还诞生了2个婴儿，其中一个就是毒神者阿蒙。阿蒙陵寝内的壁画和你描述的不太一致啊。阿蒙和亚当出生的时候，那位造物主刚苏醒没多久，收回了古神们的权柄，正高坐圣山，被一堆天使簇拥赞颂，完全没有死亡分化的迹象。那幅壁画倒是与白银城记载的历史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或许造物主真的苏醒过2次，也或许最初的造物主和阿蒙的父亲白银城记载里的那位造物主不是同一位，两者属于继承关系。克莱恩旁听着隐者女士的讲述，心里做着一定的推测。阿蒙竟然还是造物主之子，这样的身份不会比真神们差多少。而愚者先生，而我们塔罗会竟然轻松净化了他的分身，解决了他的附体。正义奥黛丽回想起之前的事情，忽然觉得自身真的不知不觉就超越了普通非凡者许多，双方所处的圈子和层次相差何止100倍。他颇感兴趣地问道，隐者女士，你知道另外一位造物主之子是谁吗？亚当。隐者加德利亚吐出了一个简短的单词。正义奥黛丽明显愣了一下，因为他的问题只需要对方回答知道或不知道，等获得知道的答案后，他才会具体请教，并声明愿意付出报酬。谁知道隐者女士直接就给出了亚当这个名字。他对这些知识不是太在乎，他掌握了很多知识啊。奥黛丽从这个细节推断出一些事情，眼眸微转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位叫亚当的大人物，我也没有，除了被记载为造物主之子，他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第4纪的历史里似乎并没有他存在的痕迹。隐者加德利亚坦然回应，这亚当很神秘啊，我对第4纪所罗门、图铎和特伦索斯特3大帝国各自所属的天使家族已经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却从未听闻过他。如果不是那次阿罗德斯给我直播了蒸汽教会对阿蒙陵寝的探索，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他是过早陨落，还是躲在暗处谋划着什么？克莱恩在心里感叹了几句，奥黛丽则下意识望了眼倒吊人先生，发现对方同样轻轻摇头。阿蒙是天使之王，亚当没道理不是，白银城的记载里应该有。正义奥黛丽旋即看向了太阳戴里克，不知为什么，戴里克轻松就明白了正义小姐想要表达的意思，略感羞愧地说道，我们不知道亚当，就像不知道阿蒙一样。我之前一直没能找到天使之王相关的古籍，我想是因为我当时序列还低，不具备资格，我会尝试着继续寻觅这方面的资料。天使之王，隐者加德利亚微不可见地动了下手指，记住了这个名词。他知道自己现在提问，正义小姐肯定会做出解答，所以没有等待，直接开口道，阿蒙属于你们口中的天使之王。是的，正义奥黛丽为了感谢隐者女士之前的慷慨，详细解释道，在白银城的记载里，那位造物主身边簇拥着数不清的天使，其中天使们的首领最接近神座的8位被称为天使之王。我们目前能确定的天使之王不多，一是源于白银城古籍的命运天使乌洛留斯，他的称号是吞为者，
二是愚者先生偶然提及的梅迪奇，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称号。三是猜测出来的，我们怀疑阿蒙是天使之王里的十天使。既然他是天使之王，同为造物主之子的亚当很可能也是能确定的不多。我根本不知道天使之王这个称呼，你们却已经掌握了一半，这还叫不多？你们的序列甚至没一个比我高。隐者加德利亚险些说不出话来。直到这个时候，月亮埃姆林才真正弄清楚天使之王的含义。决定返回现实世界以后，就根据这些名字，从血族掌握的隐秘历史里寻找其余天使之王的痕迹。隐者加德利亚沉默2秒后道：太阳先生曾经被阿蒙附身。是的，那是他的分身。太阳戴里克诚实回答。不过已经被愚者先生净化了，我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被愚者先生净化了。隐者加德利亚忍住了看向青铜长桌最上手的冲动。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初步弄清楚了愚者先生的状态，知晓他目前还在复苏中，能动用的力量不多，所以才会谋求海神的身份，拿到那根权杖。可现在的情况让他动摇了那个猜测，觉得愚者先生如同冰山，藏在海面之下的部分更加恐怖，更加难以揣测。他轻松挫败了阿蒙的计划，某些情况下，他可以短暂突破限制，发挥出神灵位阶的实力。加德利亚内心沉凝，没再多问，谨慎地闭上了嘴巴。此时，正义奥黛丽因为这个话题想起了之前的一些疑惑，主动询问道：隐者女士，阿蒙分身被愚者先生净化后，有留下一条具备12个透明圆环的小虫，据说它叫十之虫，这是真的吗？是的，隐者加德利亚回忆了2秒道。它属于哪条途径？我是说，毒神者途径属于哪条非凡途径？奥黛丽好奇追问道。加德利亚无需思考，直接回答道：偷盗者途径。传闻到了圣者或天使位阶，他们能瞒骗命运，欺诈规则，成为时间的寄生虫，听起来很厉害啊。正义奥黛丽暗赞一声，随口问道：那十之虫能用来做什么呢？问得好。愚者克莱恩为正义小姐喝了声彩，他精神一振，等待隐者女士给出答案。他的杂物堆里正好有一条十之虫，它是富含灵性的，有独特效果的材料，能用于某些仪式或制作高级符咒，但具体怎么做，我并不清楚。隐者加德利亚回答完之后，忽然有些唏嘘，他想起了那不断被知识追逐的噩梦，想起了那撑爆脑袋一样的庞大信息。可就算这样，他依旧有许多不懂不明白的事情。如果隐匿贤者没有疯掉，能一点点教导知识，我其实很乐意跟随他学习。加德利亚暗叹了一声，有用就好，至于怎么用，我还有别的请教对象。克莱恩满意的操纵世界，望向埃姆林。月亮先生，我有事情想和你单独交流，交易不是完成了吗？月亮埃姆林略带疑惑地点了下头。好世界当即向愚者先生提出申请，成功获得了其他人被屏蔽的待遇。然后他看着埃姆林怀特道：我希望你能回忆伦纳德·米切尔的一举一动，并展现给我看为什么。月亮埃姆林诧异反问：这涉及一些秘密。克莱恩操纵世界简洁回应：他的真实目的不是购买那件神奇物品，而是观察伦纳德·米切尔。那家伙隐藏得很深啊。世界也是，为了调查，竟然愿意花费7500镑。不过那神奇物品确实很厉害。世界不是一直在找去除非凡特性内精神污染的办法吗？这应该有用。埃姆林压制住分成的念头，认真回忆起自己视角下的伦纳德·米切尔，并通过愚者先生的帮助，将它们呈现为影像聚集的流光。流光落入世界的手里，克莱恩飞快浏览了一遍。他确认伦纳德真的知晓老爷爷的存在，但无法判断对方是否了解危害。暂时压下相应的思绪，克莱恩解除屏蔽，让塔罗会众位成员继续。此时，正义奥黛丽被世界先生的单独交流提醒了一下，迅速望向福尔斯，关切问道：魔术师小姐，威廉姆斯街有发现异常吗？这得世界先生回答。福尔斯有些为难的说道。不等正义小姐再次开口，克莱恩已操纵世界，沙哑回答：有异常，但我已经通告了黑夜和蒸汽教会，如果之后还有什么问题，也许会请你帮忙。好的。正义奥黛丽悄然松了口气。通告了黑夜和蒸汽教会，隐者加德利亚只觉这段描述充满了荒谬感。在他的认知中，塔罗会这种隐秘组织天然敌对官方，彼此的矛盾不可调和，可世界的处理方式和用词用语
却让人觉得塔罗会是官方合作组织。带着这样的感受，他旁听完剩余的交流，在愚者先生的结尾语里行礼告辞。很快，会晤之上又只剩下克莱恩一个人。